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海城8点，谭春义守着一桌精致的饭菜，已经等了2个小时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宋时木答应了会陪他，可时钟的指针一直游走到12点，谭春义等得昏昏欲睡，房门才被打开。此刻已经过了时间点，桌上的蛋糕孤零零摆着，证明昨天是什么日子。还没睡，说了很多次不用等我。宋时木神色如常地脱下西装外套，就要往洗手间走。一旁的谭春义连忙起身替他拿睡衣。至于那一桌饭菜，宋时木只是瞥了一眼，便神色如常地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唯有谭春义有些窒息，他好像忘了他的生日。质问的话落到嘴边，最后化为无尽的叹息。卫生间传来水流的声音，谭春义把玩着手里的手机，看到了南青最先的朋友圈。那是在2个小时前，他颤抖着手点开图片，在一家西餐厅里，桌上摆出精致的牛排和宋时木的手。他不会认错，因为这是一张动态图，里面传出宋时木凉薄的声音：生日什么时候不能过？陪你更重要。原来如此，他不是忘记了，只是需要陪更重要的人。下一秒，谭春义划开图片，点到与宋伯父的聊天记录，上面最后一条赫然是离婚协议。伯父，我同意离婚。对面几乎是立刻秒回：怡雪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伯父。我和他的婚姻本就是各取所需，现在南青回来了，我与你约定好的事情也应该到此结束，谁也不欠谁。打出这段话，谭春义的指尖都在颤抖。宋伯父思考良久，回复的话饱含歉意：辛苦你了，孩子。如果不是我携恩图报，你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。本以为相处这么多年能有些感情，谁知道南青突然回来。也罢，你6年前放弃的工作机会，现在我还给你，是我们家欠了你。水流声暂停，谭春义没再托辞：谢谢伯父，麻烦你了，我想尽快离开。宋时木抬脚走了出来，谭春义放下手机，入目便是精致的脸庞，头发往下滴水，配合着宋时木那禁欲的气息，很难不让人喜爱。纵使看过无数次，谭春义还是被惊艳到，可惜以后都不再属于自己。想到这，他的心情有些低落。跟谁聊天呢？没什么。谭春义自然地拿过毛巾，替宋时木擦干发丝，这是他们一贯的相处方式。不用说，他也知道该怎么做。今天我有些忙，这是对没能陪自己过生日做出解释。谭春义心里明白，心里被苦涩蔓延，可他更深知自己没资格闹，毕竟从一开始这就是个交易，他欠宋时木的该还，只是没想到他动了心，要用感情偿还。跟宋时木的婚姻是由宋父开始的，那时候他父亲车祸死亡，母亲重伤，高额的治疗费拖垮了谭春义。最无助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过高利贷，可这一切都被同在医院照顾儿子的宋父看在眼里。他主动找到谭春义，表明来意：我可以给你钱，但你需要帮我一个忙，20万。买下了谭春义的婚姻。他也在宋父嘴里得知了宋时木的过去，家里上市公司，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少爷，要钱要钱，要颜有颜，唯一的碰壁就是南青。他们在大学相遇，同样天之娇女的南青刚出现就引起了宋时木的注意。从大1到大4，所有人都知道宋时木喜欢南青，把人护在心尖上，爱得小心翼翼。因为南青一句时间才能看出真心，他等到大4表白，
结果还没有开始，南清出国了。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，闪婚，把宋时木丢下。等宋时木匆匆赶去机场时，飞机早就起飞。自此他一蹶不振，整日里除了睡觉就是酗酒，好几次把自己弄进医院。宋父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儿子变成如今的模样，便想利用谭春义，让他从这段感情走出来。严格算起来，这算是乘虚而入，可宋父没办法，谭之义也没办法。从那天起，谭春义便卯足了劲跟宋时木偶遇，对他展开激烈的追求。圈子里谁都知道，宋时木有一个死皮赖脸的追求者，哪怕让他帮忙买寄生品，他也会面不改色地问需要什么牌子，要不要带晚餐。宋时木慢慢也习惯了谭春义的存在。在一次车祸时，他不顾安全，猛打方向盘，用半条命护宋时木周全，终于感动了这个大少爷。那是宋时木第一次在他面前落泪，他紧紧抱着满是伤痕的他，许下承诺：谭春义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他没说爱，只说好。谭春义很满足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南清要办婚礼了，邀请了宋时木。他的一切反常都是因为他，可他没去，只是拉着谭春义胡闹了几个晚上，泪水混合着汗水滴在被子里。谭之义从不过问，他为了约定，日复一日地讨好宋时木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甚至为了他心情能变好，准备了一屋子的礼物，那里有他全部的心血。宋时木却失约了，他连夜坐飞机赶到南清身边，只因为他的一句不开心。从那天起，他去国外的几率越来越频繁，每次手上还带着各式各样的礼物，一直到南清回国。为了见他，他不惜抛下所有。谭春义明白，他永远都没办法感动宋时木，自然做不到宋父的请求。好在南清回国，约定可以结束，宋时木以后会和自己的爱人长相厮守，他也终于获得自由。至于他们两个人的婚姻，不该开始的东西就要结束。明天我带你去吃饭，给你补过生日。大概是他太过于顺从听话，宋时木好看的眉头皱起，语气夹杂了些许愧疚。不用。谭春义起身，将毛巾放回原位，躺到宋时木身边。他身上有很好闻的木质香，不开口时像个谦谦公子。桌上的东西感受到身边的人。宋时木放下手机，嘴角有个轻微的幅度，不知道南清发了什么，看得出来他很开心。明天再收，睡吧。他一向这么乖，即使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不哭不闹。宋时木没多想，转身睡了过去。谭春义没有睡着，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面前的男人，眼里满是刺痛。第二天，他起得很早，做了一桌子的早餐。怎么做那么多？宋时木有些意外，下意识将面前的咖啡挪开，端起豆浆。起得早，想让你都尝尝。谭春义眸子平淡，拿过嘴里的三明治，用力嚼着。他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做早餐，想让他适应西餐，更想让他吃丰盛些，好像这样他能记得更久一点。叮咚，微弱的信息声划破宁静。宋时木情绪激动，拿起外套就要离开。等等，不用问也知道是谁的信息，可他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宋时木不耐烦地回头，看到谭春义手里的文件，想也不想直接拿过签名，这让谭春义那句我们离婚压回了喉咙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宋时木走得很快，独留谭春义看着手里的东西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他们这样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，他不在意他，所以他说的话做的事能少说话就少说话。
可这是离婚协议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看来是对他完全没有爱意。宋时木，你知道刚刚签的是什么吗？这句话让到门口的宋时木短暂停顿。不就是些项目文件？你已经说过了，怎么了？果然如此，在他看来，这么爱他的谭春义，大概永远都不会离婚。没什么，就此结束吧。宋时木，你那么爱他，我凭什么阻止你奔向他？下午，谭春义回了一趟家，谭妈妈恢复得很好，不用上班的日子打打牌、跳跳舞，精神看起来很不错。妈，我要去港城工作了。6年前，他被高薪聘请到港城的一家公司担任设计总监。为了弥补他，宋伯父投资了一家公司，任他为 CEO。谭妈妈很开心，孩子有出息是每个人的念想，更何况当初错失的那个机会有他的因素，他很愧疚。春义，你能重新进入职场是好的，可……谭妈妈的笑容落下，像是想到什么。春义，你去港城，岂不是要和石木分开？这样对你们的感情不会有影响吗？谭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婿不太喜欢女儿，这和他也有很大的因素。要不然妈出去工作，你好好待在这，与石木培养感情。自己的孩子自己最清楚。谭春义这几年的付出都被谭妈妈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她明白女儿是真的喜欢女婿，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。她老了，最大的心愿只有孩子幸福。妈，我和他离婚了。谭春义说出这句话，长呼一口气。谭妈妈惊在原地，努力挤出笑容。这样也好，他不爱你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没用。妈，只要你好好的。他忍住泪光，把谭春义拥入怀里。谭春义顺应的靠下，点点脑袋。是啊，这样也好，这样就不会一直困在原地。从谭妈妈那回家后，谭春义看了一眼这个共同装修的家，把为数不多的行李收拾好。他的东西很少，宋时木不会主动给他买东西，也不会在意他穿的好不好。宋伯母不喜欢他，只有宋伯父在结婚时送了几套首饰。谭春义不准备要，他简单的把一些东西整理出来，挂到了二手平台上。与其留着，不如换了钱捐给需要的人。你在干什么？谭春义衡量着要如何把房子装修为原样的时候，一个身材高挑的人踩了双恨天高走进来。他板着一张脸，你这是趁石木不在，要偷他的东西去卖。我就说你这个女人没安好心，就是图石木的钱。这是宋石木的姐姐，她的大姑姐，结婚6年，她在家溜达一圈，也被定义为偷。可这明明也是她的家。谭春义眼皮都没抬，当面前没有这个人，这可踩住了宋欢的痛处。他狠狠跺了跺脚下的高跟鞋，一把扯住谭春义。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？你有没有礼貌？果然是贫民窟里走出的人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对于谭春义，宋欢带着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毕竟打她嫁进来，就各种讨好家里人，哪怕是无理的要求，谭春义也没有拒绝过。现在这种视若无睹的样子，装给谁看？宋欢，你是狗吗？逮谁咬谁！谭春义恶狠狠地回扯，眼底有浓浓的厌恶。宋欢是南青的忠实粉丝，在他眼里，只有南青配当他的嫂子，所以他一直十分厌恶谭春义。可现在都要离婚了，谁忍着谁？宋欢气炸了，脸气嘟嘟地鼓着，然后发出讥笑：你激怒我，就是为了让我打你，好让我哥怜惜你。谭春义，我不会上你的当，不管你耍什么手段，南青这次都会住到家里。话落，他好笑地看向谭春义，等待他破防，可注定要失望。谭春义勾起笑容，忽视掉心里的不舒服。欢欢姐，
门外走进一名白衣女子，长发及腰，白嫩的脸蛋上一双桃花眼，显得清纯无比，确实很漂亮。这是谭春义第一次见南青给出的评价。听说她离婚了，这几年过得并不好，可6年失败的婚姻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岁月像是格外留情，让她显得愈发温婉，看出剑拔弩张的气氛。她压了压嘴角，欢欢姐，别因为我吵架，是我叨扰了，这就是石木的妻子吧？你好，我叫南青。他表现得十分自然，宋欢不爽地将他拉回去。他才不是石木的妻子，这些年我这个弟弟对你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女人怎么算他的妻子？南青，我可跟你说，这女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离她远点，免得被她欺负。宋欢说完，不耐烦地命令，没看到南青来了，还不滚上去收拾行李腾位置？谭春义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不用，那都是石木提的，我没打算住进来。两人一唱一和，谭春义看也不看，抬脚走回房间。宋欢最见不得他这副样子，刚想上前找茬，宋石木抬脚走了进来。他看向谭春义，命令般开口：南青刚回来，住到家里有个照应，你有时间的话给他腾个房间。他丝毫不在意谭春义会不会难过。谭春义没有回应，空气一时间安静下来。你是不是聋？不用的，石木，我在外面找个酒店就好了。你和春义是夫妻，我再不方便，更何况我也不想因为我让你们不开心。宋欢的指责与南青柔弱的声音混到一起。宋石木不甘心地继续开口：你就住下吧，他一向会照顾人，你刚回来身体又不好，住在这我也放心。所有人转头看向谭春义，他勾了勾唇，想住就住下吧，我很方便，以后这都会是他的家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没想到的是，南青最后还是回了酒店，他的理由很正当。石木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麻烦你们，所以我还是住在酒店吧，如果有需要会喊你们的。他一开口，宋石木哪里会不同意？那我们陪南青去看看住的地方吧，你也去。宋欢指了指走进房门的谭春义，无所谓的开口：我们可不会收拾东西，到时候还需要你帮忙。这个家从里到外，包括家里人来做客，都是靠谭春义，所以宋欢能提出这种理由并不奇怪。可她到底是宋石木的妻子。南青扯了扯宋欢的衣袖：欢欢姐不用了，我随便订个酒店就好了。怎么可以随便？让春义去帮忙，这都是他擅长的，没有人擅长当保姆。但宋石木还是干脆地替谭春义应承：我不愿意。已经走到门外的几人回过头来，尤其是宋石木，在他印象里，只要他提出的，谭春义都不会拒绝。这还是第一次。南青的眼睛一下就红了，他紧咬下唇，善意地开口：春义不愿意就算了，我们自己去吧。说完，他低下脑袋，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：跟你没关系。安慰完南青，宋石木一双喷火的眸子对准谭春义：你什么意思？平时谁都能帮，现在甩脸色给谁看？谭春义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谭春义的动作，看他神色如常，干脆上前一步，拽住他的衣袖，硬逼着他走。明白拒绝不了，谭春义没有反抗，只是在碰到宋石木时，用力地缩着手腕。有些人啊，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，不过是一个保姆，有你说不的权利吗？看到谭春义妥协，宋欢毫不掩饰地落井下石：欢欢姐，别这样。南青在一旁开口，谭春义没有说话。约定都结束了，他并不想在宋石木身上浪费时间，可很明显，几人并不打算放过他。
车子驶向市区，谭春义没有回答。宋时木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落在他身上，他总觉得他怪怪的，又觉得一切都是想多了。选酒店的时候，宋时木十分细致，一会是装修不好，一会是位置太偏，三个人旁若无人地讨论着，把谭春义隔绝在外。时木，要不让南青去你名下那套公寓吧？那不是早装修好了，拎包就可以入住，那里离你们也近。说到那套房子，谭春义的手动了动，那是他装修的房子。当初宋伯父崔生他们买下这套学区房，确实有备孕的打算。现在他竖起耳朵，想听听宋时木的回答。如他所想，只要是关于南青，他永远都要让步。可以，就住那吧。但是南青还想说些什么，宋时木干脆地堵住他的回答：别可是了，要不然就去我家里住。他压根没想过同谭春义商量，也许在他看来，他不过是名义上的妻子，没有做决定的权利。一行人带着行李走进那套房子时，谭春义垂下睫毛，挡住眼角的泪。这套房子的一草一木，哪怕是一个砖头，都是他亲自选的，到头来还是给别人做了嫁衣。南青，你看看还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们带你去买齐，让春义留下给你收拾。宋时木很满意房子的装饰，迫不及待拉着南青就要外出买洗漱用品。时木，这不合适。南青焦急地去抢行李，却被一把拉过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们走吧。三个人有说有笑离开，完全把谭春义晾在一边。等他们再回来时，东西一成不变。谭春义坐在床上玩手机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不会再做。谁的女人谁疼？谭春义，这么长时间你就坐在这玩手机。时木，你看他，我就说他以前的贤惠都是装的，这样的女人还留着干嘛？宋欢是一点小事情都掩不住的性子。南青白了脸颊，就连宋时木都没控制住怒火。谭春义，这就是你说的收拾？你要不要这么小气？从头到尾，他没有一句话是答应，现在变成了他的过错。谭春义抬起脑袋，摸了摸左手，我受伤了，不方便，这是他随意扯的理由。都到了这个时间点，能来已经是他最大的忍耐。落到宋欢眼里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他一脚踢翻面前的垃圾桶，伸出手指，我命令你现在立马去收拾。谭春义没看他，转头看向宋时木，得到了肯定的回应。没听见姐说的吗？还不快去！他眉宇间全是不耐。谭春义在心里不停安慰自己，最后的时间了，忍忍，马上就可以自由了。到时候他再也不用忍受这些奇葩的脑洞。宋时木，我说我受伤了，不能干活。谭春义的拒绝很平淡，却有一种力量。宋时木知道他认真了。局面僵持下来，南青吸了吸鼻子，低头收拾东西。宋时木见不得心上人委屈，僵硬开口：受伤了你不能早些说吗？非要让他难堪。他不讲理地把南青护在身后，一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给人整理东西。谭春义冲到另一个房间，抬眼看向远方，袖子下压住颤抖的手，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。他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在这场感情里，他动心了。等一切收拾完毕，天已经漆黑一片。南青正在讲过去的事情，逗得三人哈哈大笑。宋时木突然注意到什么，不自然地咳嗽几声。我们聊的都是过去的事情。对呀，春义，你不知道我们大学的事情，自然就没有关注你，你别介意。南青再次当起老好人，在场的只有一个外人，那就是他谭春义。没关系，他摇摇脑袋，看着三人转变话题，商量一会去哪吃饭。许是谭春义的目光
太过于炽热。南青抬起脑袋，露出纯真的笑容。我叫你春意姐可以吗？石木说你最喜欢美食，一定知道哪里的饭菜好吃，你可以带我们去吗？我太久没回来，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。他表现得十分友善。谭春义没有发难，倒是宋时木，他生怕心上人被欺负，抢先一步开口。我知道有一家中餐厅，你那么久没回来，就去那吧。谭春义的眉毛动了动，以他对宋时木的了解，那个餐厅必定是他们定情的地方。现在他要拿来讨好心上人，可他有什么资格说教？从今以后，他不仅无法参与他的过去，也不会知道他的未来。他们还好心地带上了他。宋欢第一时间把南青拖到副驾。欢欢姐，这不合适，春意才是他的妻子，副驾可是老婆专属。南青一直在拒绝，可宋欢眉毛一挑，哪有什么专属？我说你做的你就做的。石木，你说是不是？宋时木已经调整好座椅，眼含笑意。当然，这点小事春意不会计较的，是不会还是不能？谭春意坐进后座，眼神一直看向窗外。他的淡定反而让宋时木有些心虚，解释了几句。南青容易晕车，反正坐哪不是坐。这次他回答了。车上再也没有声音。到达目的地时，南青有些喜悦。石木，这不是我们从前最喜欢来的餐厅吗？还在呀。谭春意心里咯噔一声，不由得想起当初的告白。原来如此，他不是特意选了餐厅，而是选在南青喜欢的地方。恐怕连告白都想着他的脸。点菜吧，你喜欢的菜也没变过。宋时木掩饰地看了一眼谭春意，见他神色如常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他原来也会害怕。谭春意心想，但又觉得他是怕被揭穿。毕竟哪个女人都接受不了带有自己回忆的地方被别人占领。锅包肉、小龙虾、大闸蟹，我记得这都是你喜欢的。你喜欢吃海鲜。宋时木无时无刻不在彰显自己的深情。谭春意嘲讽一笑，他记得他所有喜好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妻子海鲜过敏这么重要的事情。结婚时谭春意说过，因为随便沾点就要进医院，所以这6年多以来，家里从没有出现过海鲜。看着满满一桌没办法吃的东西，谭春意迟迟没有下筷。春意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忘了问你的喜好，你是不喜欢吃吗？这样吧，我能重新点好不好？他的语气很温柔，仿佛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可通红的双眼又暴露出被欺负的模样。宋时木撂下筷子，往谭春意碗里捏了一堆海鲜。别闹小脾气，快吃吧。他眼里夹杂着威胁。谭春意动了，他利落地夹起一块蟹腿往嘴里塞，味道很鲜，随之而来的是窒息感以及一阵痒意。这顿饭他是硬咬着牙撑过的。宋欢在结束时嗤笑一声，这就是所谓的海鲜过敏，也不过如此。他们都知道。谭春意抓紧手中的筷子，坐在对面的宋时木冷着脸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可他听到了宋欢的话，所以他知道他海鲜过敏，还要逼着他吃下这些东西，就为了让南青开心，这很残忍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谭春意全身发起高烧，就连脸上都出现疹子。他开始觉得外界都出现重影，偏偏南青不好意思地告别。石木，我自己回酒店就好，你快送春意回去，她过敏还吃海鲜，要有什么3长2短怎么办？南青眼里化不开的担忧。宋欢小嘴一撇，有什么严重的？石木，我们送南青回去，让她自己去买药，那么大个人了，不至于连个药都买不清楚。谭春意的身形已经摇摇欲坠。宋时木看了看他脸上的疹子，
想伸出手，很快又缩回。南青很久没有回来，不怎么认识路，你自己去买点药。车辆扬长而去，谭春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再睁眼，他躺在医院，手上挂着吊瓶。护士心有余悸地看着他：“女士，下次过敏的东西别吃了，你要是来得再慢一些，人就没了。”从别人口中听到凶险，谭春义没有回答。他接过护士递来的水，小口小口喝着。没人比他更懂刚刚的感觉，呼吸急促，窒息晕倒，每一秒他都在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可宋时木呢？半小时前，南青发布动态，他们在一家游乐园，宋时木陪着心上人玩了所有项目。换作谭春义，他只会骂幼稚。人果然对喜欢的东西更加宽容。吊完针水，谭春义见到了救命恩人，一个陌生儒雅的男人。他守了很久，甚至确定谭春义没事后，还是低着嗓音交代：“别为了个男人这么折腾自己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你图什么？谢谢你。”他的话很不好听，谭春义还是说了谢谢。只因为被宋时木丢在原地等死时，只有他伸出了援手。男人没再开口，匆匆告辞。谭春义住了2天，身体完全健康后方才出院。这几天，宋时木没有联系他，他们的朋友圈一直在更新。2个人去了回忆的地方，其中有不少掺杂着谭春义的回忆，他更像是他们 play 的一环。哪都能被提起，哪都不重要。这次过敏后，谭春义没有回家，他给自己租了一个屋子，房子不大，布置得很温馨。谭春义再次拿起手中的笔，他大学学的是珠宝设计，把一个个石头打磨成喜欢的样子，是他最大的喜好。后来为了宋时木，他没再拿起过画笔，一张张设计从手里浮现。谭春义的手速越来越快，他想在自己即将开启的小公司出售这些东西。一直到傍晚天快黑时，他放下手中的东西，外出觅食。谭春义，这几天你死哪去了？身子突然一个踉跄，是宋欢，他脸上都是怒意。看到谭春义完好无损，脸上都是嘲弄。怎么，以为躲起来就能装病？石木就能满世界找你，可惜你打错算盘了。石木没有提起过你，他和南青没有你的打扰，过得不知道多幸福。他身边的保姆欲言又止，最终忍不住还是扯了扯宋欢的衣袖：“小姐，谭小姐不在，少爷还是找了好几次的，你也知道，他就习惯谭小姐照顾，找他。”谭春义打开手机，抽空看了一眼信息，确实难得。宋时木发了好几条长篇大论，看起来确实焦急。等他回到家里，打算顺便拿些衣物时，看到了家里的一片狼藉，饭菜倒在地上，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散落一地的衣服。宋时木就坐在中间的沙发上，脸上落下一片阴影。谭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劝劝少爷吧。对呀，谭小姐，你不在的日子，少爷食不下咽，说话果然是一门艺术。众人七嘴八舌，硬生生把不习惯别人的照顾说成了不习惯别人陪伴。谭春义心里门清，这些人都是欺软怕硬的。她嫁进来6年，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喊夫人？都是因为宋时木姐弟不待见她，自然而然她的地位也就不高，平时和佣人没什么两样。她抬脚走向沙发上的男人，后者没改变脸色，只是喘气的幅度证明他知道来人了，并且更加生气。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他只是想让他提前适应，毕竟他很快就要离开。宋时木总要习惯别人照顾。谭春义，你一声不吭去哪里了？迟迟未见他开口，宋时木先发制人，语气不悦。谭春义眨眨眼睛，
面不改色，外出学习。他不打算告诉宋时木他去做了什么，毕竟他曾牺牲掉的，他也不关心。学什么？可宋时木非常坚持，最终无奈的谭春义只能应声回答：珠宝设计。怎么突然又喜欢珠宝了？男人语气急促，突然想到什么，话锋一转：就算是学习，你也应该来个电话。那天事出有因，我不是故意把你丢下，只是南青从小不认路，他又刚刚回来，我怕他出什么事。谭春义，我和南青认识的时间更长，肯定是要先照顾他的。再说，你不也没提出反对，事后又闹什么脾气？你不知道南青会担心吗？这2天他差点急哭了，最后一句话饱含浓厚的指责。原来是为了心上人。谭春义提脚朝房间走，被宋时木一把扯住。他不知从哪拿出一条钻石项链，讨好的摆在谭春义面前，作为前2天没照顾你的补偿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丈夫，丢下你确实不好，你试试。南青说很适合你，你肤色白。他的手紧紧攥住谭春义的手臂，引得他一阵刺痛，下意识皱紧眉头。谭春义，别闹了，把家收拾收拾，我饿了。这在以前属于示好的征兆，只要他生气，他总是会恰当的给一些好处，并说一句我饿了，听起来更像是召唤保姆。谭春义扯回自己的手腕，上面青红一片。宋时木，我受伤了。敷衍的回应后，他想要离开。宋时木表情怔在原地，错愕地看着他离开。为了避免发生争吵，谭春义留在了家里。宋时木出门了，一直到半夜才回来。屋子里回荡着脚步以及佣人道歉的声音。他情绪不好，可他不愿意再惯着，早早进入被窝，开启一天的美梦。第2天，谭春义是被宋欢的声音吵醒的。他嗓门一向尖锐，看到留在客厅的项链，声音更是忍不住拔高。那个女人哪配得上这么高贵的东西？南青，我记得这个款式不是你喜欢的吗？他不仅抢你男人，还连你喜欢的东西都不放过，学人精，简直恶毒不堪。谭春义垂下脑袋，长发顺从地落在胸前。6年来，宋时木送东西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就连昨晚也是为了弥补他被丢下。可到最后，就连那弥补也是别人喜欢的款。他口口声声说着的适合，大概是南青口中的好看。一股潮意涌入心头，谭春义狠狠压下早就没有期待的东西，现在更不需要。砰砰砰，门被使劲敲响。坐在床上的谭春义回神，起身开门，还不赶紧去做饭？没看到来客人了？我说你都嫁进来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一点待客之道都没有？还有那个项链，那是南青喜欢的款，你别要了。南青想要制止，谭春义清了清嗓子，那就是石木送给他的，既然决定放下，那他不该收下这份礼物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把东西还给他原本的主人。宋时木正好走过来，听到这句话，他身体一僵，手里的东西掉落在地。既然是你送的，那我就收下好了。南青的表现让话到嘴边的他硬生生咽下之前的回答，冲他温和一笑，犹豫都没有。他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。谭春义的嘴里一片苦涩，他努力压下所有不该存的念头。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我刚刚说的？你存心要把我饿死？宋欢颐指气使，宋时木坐到沙发上，显然是一样的想法。我受伤了，别墅里那么多人，你们找人做吧。他可以大方，但绝不愚蠢。都要离婚的人了，他又不是天生犯贱，喜欢伺候人。宋时木不适应地扫了他一眼，他能感觉到他的变化，
又说不出哪里变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宋氏举办宴会的日子，同时离婚冷静期也已经结束。往年谭春义作为女主人，总是特别忙的，她要招呼客人，时刻关注着所有人的心情以及招待情况。今年她难得躲清闲，宋伯父也没有责怪，只是发来一些文件，工作室已经筹备完善，就等他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过了今晚，他就再也不用看见那些深情的戏码。傍晚，宴会里觥筹交错，宋欢带着南青游走在人群中间，那些一向对谭春义没有好脸色的人纷纷露出恭维。南小姐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漂亮，怪不得能让宋总念念不忘。是啊，当初你们爱得那么轰轰烈烈，为了照顾好你，宋总可是把圈子都问了个遍，就想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。你们那么相配，我还是最看好你们。反正你也离婚了，可以和宋总再续前缘，不像他现在的妻子，我们都能看出来，宋总不喜欢她，一个倒贴女罢了。谁不知道这些年宋总心里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南青。听别人讨论自己的丈夫喜欢谁，谭春义说不出什么感受，手里的酒杯被抓紧放开。宋欢踩着高跟鞋走过来，听到了吗？识趣的话你就应该自己滚蛋，还是说脸皮厚，非要别人赶你才走？欢欢姐，那么多人，你别让谭小姐下不了台。南青永远是这种形象，柔弱善良。谭春义咽了一口手里的红酒，眼神不偏不倚，落在赶来的宋伯父身上。今年是宋氏1年1度的酒会，也算是庆功会，赶来了很多人。不管别人的看法是什么，但他给足了谭春义面子。石木、春义，过来倒酒。那有一个巨大的香槟塔，说是倒酒，也就是拿起酒瓶一丝一丝。宋欢刚刚还让他滚，现在被驳回面子，跑到宋父那边撒娇。爸，刚刚大家才说南青和石木相配，你这不是公然打他的脸吗？要不然让南青一起倒吧，反正多他一个人又没什么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宋父看了眼泫然若泣的南青，愧疚地看向谭春义，他不想驳了南青的面子，那是儿子喜欢的，万一以后真要相处，可他也不想让谭春义下不来台，终究是他们家对他不起。没关系，那就一起吧。谭春义做出让步，反正都是最后一次，和谁有什么区别？以后他都会远离他们的人生，这么一点小事情没必要计较。宋父感激地看他一眼，三人来到香槟塔下。宋时木的身躯明显偏向南青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到底喜欢的是谁。谭春义没有说话，他抬起酒瓶，只想快点结束这个环节，因为还有2个小时，他的飞机就要到了。这是宋父刚刚带来的消息，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以后不要再见面。心里想着，谭春义手上的动作加快，这让羞涩的南青完全跟不上，他俏红了小脸，引得宋欢赶忙上前替他打抱不平。谭春义，你故意的吧？明知道南青做事细致，非要那么粗鲁，好显得他拖拖拉拉。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他扯在谭春义衣领上，差点让他曝光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谭春义只能用力地扯回衣领。宋欢一个踉跄，身后的香槟塔轰然倒塌。宋时木是最先反应的，他把自己的姐姐和白月光扯到一边，任由谭春义被红酒淹没。一阵噼里啪啦下，谭春义觉得自己的内心冷得彻底。春义，等声音全部落下，宋时木开口想解释，谭春义压了压手，没关系，那么多人，你帮不过来也正常，只是每次被丢下的都是他，他有些难受。
头发上黏糊糊的酒水滴落在裙子。谭春义想要下去换衣服，宋欢举起手机发出嘲笑：“别走啊，只是衣服湿了而已，蛋糕还没有切呢。不是吧，谭春义？就这么点小事你就受不了了？快笑一个，我拍一张照片。”周围的议论声不绝于耳。谭春义觉得此刻的自己就像一个小丑，是取悦所有人的工具。至于他在意的人，正拉着白月光到处检查，就连一滴污渍都没有放过。宋欢、宋父制止了宋欢的行为，板着脸走到谭春义身边，将他带了下去。对不起，我代宋欢替你道歉，他就是被惯坏了，对你没有恶意。你回去收拾一下，时间不多了。离开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石木交代的？宋父的慈爱下，何尝不是对宋欢的溺爱？谭春义看了看狼狈的自己，宋石木快速追了出来：“什么交代？你有没有受伤？”他看着谭春义，想上前一步检查，身后的南青紧紧抓住他的手臂：“石木，我害怕。”他没有受伤，一张小脸白嫩无比，搭配上高奢礼服，与谭春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“我没事，你代薄，爸切蛋糕吧。”宋父眼看局面不受控制，无奈地摇摇头：“你们切吧，我累了。”宋父走后，宋石木的目光落在谭春义身上，她的裙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，浑身都在滴水，甚至看不出有没有受伤。石木，员工在催促讲话，还有切蛋糕。南青在耳边小声催着。宋石木迟疑不定：“你去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”谭春义的表现十分大方：“石木，谭小姐自己可以的，你总不能帮她换衣服吧？”这话硬生生止住宋石木抬起的脚。看着两人回到人群中央，谭春义觉得风又更大了些，吹得他有些冷，就连心口都微凉，其中还夹杂着痛意。那么大一座香槟塔以及碎裂的高脚杯，他不受伤是不可能的，只是说了也没人心疼，又何必自讨没趣？脱下裙子时，谭春义看到了身上的伤，其中有几处划得很明显，一碰就往外流血。“谭小姐，这是你需要的药箱。”他进门时太过于狼狈，服务员没忍住看了一眼这个所谓的夫人。谭春义的长相十分明艳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有一种我见犹怜的美。这种美与南青不同，带了些张扬以及掠夺性，胡乱的头发为他添加了一些氛围。服务员有些觉得是自己的总裁没有眼光，但到底没有多说。谭春义再次回到宴会时，宋石木正牵着南青发言，他脸上沾了些许蛋糕，目光宠溺地放在南青身上。这么严肃的场合，南青完全不怯场，甚至能胡闹地把蛋糕继续擦在他的脸上，还真是般配。这样看着才像夫妻，不像谭春义那个狐狸精，长了一张狐媚子脸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谁说不是呢？我站南青和宋总在一起，在一起！喧闹声一阵又一阵，盖过了议论。宋欢老远走来，举着手机记录下谭春义的狼狈。看到了吗？没人欢迎你，也没人喜欢你，就你这样的家世，当初要不是救了石木，这辈子都别想踏进我家大门。谭春义，我要是你就自己离开，也不至于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。至少现在石木对你还存有愧疚。谭春义伸出手，宋欢有些不明所以。不是你说的，现在离开还有钱？怎么，你作为姐姐不表示表示？他起了逗弄的心思。宋欢指着他的脑袋，一副我就知道的神情。你果然是为了钱。我要去告诉石木，让他跟你离婚。去吧。谭春义转身朝外走，戏唱到这就行了，他该走了。至于宋父所谓的说，他没法开口。
这段感情的开始本就是不纯粹的。宋欢说的也没错，他本就是为了钱财接近宋时木，可他失去的也够多了。谭春义，你说清楚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宋欢跟在他身后，一直问个没完。谭春雨拎出早就准备好的行李，把离婚协议拿出，自己看就知道了。那是一份已经生效的离婚协议。宋欢瞪大眼睛，他是看不惯谭春义，可他没有想过谭春义会那么轻易答应离婚。在他眼里，这就是一个为了嫁给他们家不择手段、恶心的女人。你要去哪？注意到谭春义手里的行李箱，他声音颤抖，下意识挡在门前。就算要离婚，你也应该跟石木说一声，你这样不声不响，算怎么回事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甩了他。总之，你不许走。宋欢干脆耍起小性子。谭春义绕道，他没有心思过多纠缠。这是今天最后一班飞机，错过了就得等下次。看宋欢现在的样子，一定会和宋时木交代。他不想再见他。在这个家6年，他付出了太多太多，现在功成身退，他只想做自己。谭春义，你真就这么走了？宋欢捏住他的手腕。谭春义笑了，你这是舍不得我。他了解宋欢的性子，此话一出，宋欢几乎退后了一大步。走，赶紧走，谁舍不得你？车子逐渐驶离熟悉的地方，谭春义坐上飞机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再见海城，再也不见宋时木。第二天，宋时木迷迷糊糊地回到房子时，便开始呼喊谭春义的名字。上上下下的佣人眼神怪异，不敢上前回答。谭春义呢？这么早去哪了？赶紧让他起来，给我弄些东西吃。宋时木说完，冲向卫生间。他一夜宿醉，还为了与南青回忆过去，吹了一夜风，现在难受的不行。以前遇到这种情况，都是谭春义又煮醒酒汤，又给他按摩头部。现在他回来好半天，看不见人，自然满腹怨气。少爷，谭小姐昨天就走了，她带了行李箱，还给你留了东西。宋时木强忍着反胃，走到沙发上坐下。谭春义留下的东西就在桌上，他拿起一看，脸色骤变。那是离婚协议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。他们离婚了，可他什么时候签的字？宋时木丢下手里的东西，冲进房间。属于谭春义的东西被搬空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他有些气急败坏。空荡荡的屋子仿佛在嘲笑他。这个家根本没有女主人，一切都是错觉。昨天晚上，谭小姐带着行李箱，我们以为她是外出旅游，就没有拦。一屋子的佣人战战兢兢，生怕连累到自己。就宋时木现在的状态，他们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很有可能谭小姐跑了。靠！宋时木生气地扫落桌上的东西，他突然想起前段时间谭春义的反常。那个时候，他问不好奇签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可他却因为急着找南青，随意敷衍了几句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想离开。谁给他的胆量？宋时木不相信谭春义会跟他离婚，他那么爱他，不管他多过分，怎么欺负他，他都会忍着。6年的婚姻，他不知道做了多少荒唐事，其中包括把他丢在雪地里，让他独自走回家，任由朋友羞辱他。可他一直都没有离开，还因为他差点死在那场车祸。对，他不会离开的，他只是闹小脾气。想通以后，宋时木回到房间睡了一觉，日子照样按部就班过着。宋欢纠结了好几天，还是找到了宋时木。时木，你能想开离婚，真的太好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跟南青在一起？反正谭春义都离开了，好在他有自知之明，否则我可对他不客气。你说什么？
正皱眉思考的宋时木拔高音量，吓了宋欢一跳。他赶忙拍拍自己的胸口，又觉得大惊小怪，自己的弟弟不喜欢谭春意，又怎么会因为他离开难过？他应该开心的，这样他就可以和南青长相厮守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和南青在一起？反正你也不喜欢谭春意，他走了不是正好，也给你们腾位置。宋欢坐下，满不在乎地接过佣人递来的咖啡，小口小口喝着。宋时木没压制住怒火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咖啡，砸碎在地。宋欢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谭春意分开？她是我的妻子，我做了什么？不是你自己提离婚的吗？宋欢有些莫名其妙，他也是在宴会当晚才得知离婚的消息，还以为宋时木把谭春意抛弃了，可现在看来，事情和他想的似乎不一样。如果你没做什么，怎么会知道我跟他离婚？宋欢，我警告你，少 TM 管我的闲事。宋时木的精神状态岌岌可危，宋欢有些害怕，把自己知道的全部经过都说了出来。宋时木沉默了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抽完一支又一支香烟，满地都是灰烬。欢欢姐，时木，这是怎么了？南青进门时，看到的便是满地狼藉，以及坐在一边瑟缩的宋欢。他鲜少看见宋时木这么颓废的样子，除了得知他结婚时，南青你来了，你快劝劝时木，那个女人走就走了，反正你都回来了，以后你跟时木在一起，不比那个女人在的时候幸福多了。宋欢像是看到救命稻草，跑到南青身边，说着事情的经过。宋时木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他记得南青不喜他抽烟。时木，要觉得难过，就把他追回来吧。南青坐到宋时木身边，小声开口，皱眉和后仰的动作都在说明他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宋时木哑然，和谭春意认识的时候，他总是蹲在角落抽烟，可他不会嫌弃他，反而总在他难受时安静地陪在他身边，逗他笑。他真的疯了，想那个女人干嘛？他不是要闹离婚吗？看他能坚持几天。宋时木不动声色地后退，垂眸遮挡住所有狼狈。没有的事，我只是工作上的事情太过于烦躁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有什么需要吗？他几乎立刻拿起外套就要出门。南青还想再劝，他一直都把宋时木当好朋友、好哥们，所以才在回来的第一时间找他。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宋时木在一起，在他眼里，朋友只能是朋友，看见好朋友幸福，他也会开心。但宋时木现在的样子，显然是不想听关于谭春意的任何消息。他没再开口，宋欢性子跳脱，很快便忘记了先前的不愉悦，说着今天的安排。但这一幕还是被传到谭春意耳朵里。圈子一向很小，哪家发生什么事，光靠佣人的几张嘴就能传遍海城，更何况宋时木又是砸杯子又是怒吼。下午的时候，谭春意就从朋友嘴里得知了事情的经过。一个臭渣男，真以为自己有多香？还你是他的妻子，在的时候不见他珍惜，到最后还不是被南青几句话就哄住了？多亏你跑得早，这样的男人留着也倒胃口。听着好友语气里幸灾乐祸，谭春意摇了摇脑袋，他确实没想到他的离开会给宋时木造成那么大反应。不过习惯，慢慢也就戒掉了。谭春意没有发表评价，他很忙，工作室刚刚步入正轨，很多东西都需要他亲自接洽，更何况他环抱了国外的进修，只有不断丰实自己，才不至于落到从前的孤立无援。踏上意大利的飞机时，已经是3天后。这3天，宋时木像疯了，他没办法忍耐谭春意不在的日子，
满世界找他，连带着那些对他不尊重、张口闭口说他是为钱的人都被收拾了一顿。海城一时间剑拔弩张。宋父找到了谭春义，石木现在的样子不像是对你无情，你真的想好了，不再跟他有联系。春义，我知道是我们家对不起你，可能你们要真的有感情。宋父没有把话说完。比起曾丢下自家儿子的南青，他更喜欢谭春义这个儿媳妇。小姑娘不仅温温柔柔，这些年把宋时木照顾得也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能看到谭春义眼底潜藏的爱意。爱会卸掉一个人的爪牙。伯父，我拿你们家的钱已经还清了。这6年来，我对宋时木仁至义尽，也希望你能遵守约定。别让他打扰到我。严格算起来，是你们欠我的，不是吗？20万，早在他不顾生死救宋时木时就该还清了。可他是个责任感很重的人，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宋父叹息一声，没再挽留，电话挂断。宋时木冲了进来：“爸，你在和谁打电话？为什么不和我联系？你究竟瞒了我什么？”谭春义为什么会离开？宋时木是送文件过来的，他在门口站了许久，听到了电话的全部经过，见瞒不下去。宋父从抽屉拿出离婚证以及所有事情的经过，最上面还有一个协议，这是宋父当时防着谭春义准备的。他怕小姑娘见识到家里的底蕴后，死赖着不肯离开。为了儿子的幸福，他准备了这份协议。现在这些东西化为无数酸水，冲刷着宋时木的心脏。他几乎握不住手里的东西，眼眶微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看着他明知故问，宋父指了指离婚证：“我以为春义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他是我花20万给你买的爱人。当初你那个样子，作为父亲，我没办法忍受，只能出此下策。你要怪的话就怪我吧，是我趁人之危，在谭小姐最无助的时候开出了价钱，她还救了你。20万早就抵掉了，她不欠你的。”宋父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他明白这件事对于宋时木而言打击有多大。6年来百依百顺的妻子是花钱买来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得到比没得到更令人致命。离婚又是怎么回事？宋时木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他根本不敢看协议的内容，所以离婚是真的。他没在闹脾气，他接近他，对他好都是为了协议。他从没有爱过他，从头至尾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，还自以为捏住了别人的命脉，沾沾自喜。宋时木接受不了，他跑出家里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想去问谭春义，又发现自己被拉黑了，根本找不到他。时木，你这样要死要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宋时木把自己关在家里的第3天，宋欢带着南青找来，一屋子熏人的酒味让他们下意识捂住鼻孔。时木，到底怎么了？南青没法靠近他，只是站在他身侧询问。这个动作引起了宋时木注意，他耷拉着脑袋，没错过宋欢一闪而过的嫌弃。就连自己的姐姐都会嫌弃他，可谭春义不会，他怎么会不爱呢？宋时木不明白，如果不爱，怎么会陪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生身边1年又1年，还因此被人呼来唤去，遭受了那么多不公平待遇？宋时木，南青和你是说话，宋欢的喜爱与否都摆在脸上。宋时木在南青面前到底要面子，他把2人请出去，走进浴室冲了个澡，才坐到南青身边。青青，你喜欢你前夫吗？这个问题问出来，宋欢一脸看戏的姨母笑，南青却慌了神。他一直都知道宋时木的爱意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，因为喜欢他所以折腾得轰轰烈烈。
可这跟他想要的不一样。他回来只是散散心。如果宋时木要发展，那他会怀疑这趟回国是否正确。时木，南青斟酌许久，叹息一声：“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朋友。春意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她很适合你。我希望你能珍惜眼前人。至于我这次来，就是为了道别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了我会闹成这样，如果知道，我就不会回来。宋时木，我要去和我前夫交代清楚，他明天就来接我，也希望你能想清楚。”宋欢看戏的笑容落下，转变为不可置信。南青，你胡说些什么？谁能有时木爱你？他那么好，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和他再续前缘的吗？怎么可能会去找前夫？你快解释啊！宋欢知道，现在是宋时木最低谷的时候，如果南青也抛下他离开，那他这个弟弟又将落回万劫不复。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宋时木也红了眼眶，他紧紧拉着南青的手：“你过得并不幸福，不是吗？他幸不幸福，你说了不算。”门外出现一个男人，与宋时木完全不同。如果说他是稚嫩的，那门外的男人就是成熟的代表。南青头也不回，奔到他身边，介绍一下：“时木，这是我的丈夫伯彦。前段时间我和他发生了不愉快，多亏你的照顾。既然他提前来了，那我就要跟着他离开了。我真心祝愿你和春意能够幸福。”伯彦搂住怀里的女人，看向宋时木，眼神不善。还要多亏宋总多次挑拨离间，我竟也不知。宋总结婚了，放着好好的媳妇不疼，非要觊觎别人家的，活该你不幸福。他挥挥手，身后的保镖拿出一些钱砸在宋时木身上：“这些就当感谢你照顾我老婆，我们没有离婚，你小子还是别想了。”多令人熟悉的一幕。当初南青回来，宋欢也是持着这种语气，现在落到自己弟弟身上，他尖叫着看向南青：“你就任由他这么欺辱时木？”南青撇过脸。宋时木挥落身上的钞票，眼里浮现最后一丝希望，直直扑向那个他爱了很多年的女人：“你说话呀！是你说的自己不幸福。南青，是不是他威胁你？他对你不好，我可以跟你报仇。”情绪压抑得太久，他像一头狮子窜了出去，一拳打在伯彦脸上。南青想也不想冲出去挡。宋时木紧急收回手，被伯彦身后的保镖狠狠按在地上打了一顿。最后他跟一滩烂泥一样躺在那里。宋欢已经哭不出声音，他第一次看清南青，整个人失去所有力气。等闹剧结束时，南青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。他可以低估宋时木，但他不能低估宋父。所以他要宋时木不再追究，就当对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心上人当着自己的面维护别的男人。宋时木尝到了谭春义的痛，在医院的日子里，他一直不肯说话，不管宋父说什么，他都不肯开口，就连宋欢都被勒令过。我倒没想到生出了你这么个情种。宋父恨铁不成钢。屋外的阳光十分刺眼，宋怀石转头：“爸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？”这段时间，不管他如何打探，都找不到谭春义的影子。他去了谭母那里，却吃了个闭门羹。谭母不愿意见他，只是在屋里劝：“既然分开了，你就别再找他。时木，算阿姨求你，你放过春义吧，他太苦了。”谭母以为女儿是因为爱才与宋时木走到一起，可他找过来，他才知道都是为了自己。这跟在一个母亲身上割肉有什么区别？谭母恨自己，更恨宋时木。他没有善待自己的孩子，各种欺辱他。宋时木在家门口跪了一夜，他好话说尽，最后体力不支晕倒过去，都没能换来谭母怜惜。
现在知道真相的只有宋父，他不得不求他。石木，当初是你没有珍惜，你们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会告诉你春意去了哪里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。更何况你着实配不上他。等谭春义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时，已经是2天后。他到达意大利，刚下飞机就遇到了曾经救他的男人谭小姐。好久不见，男人认真的打招呼。谭春义捂住脸颊，上次的见面太过于丢脸，还不如不见。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他与男人相握，并得知了他的名字霍志泽，著名音乐家，一个儒雅温和的男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此次前来拜访的霍老是他的叔叔，珠宝界泰斗，每年设计出的东西供不应求。谭春义努力了很久才获得这次机会，他不想浪费。对于霍志泽，也就当没见过处理，反正他也不至于揭他的老底。志泽认识？霍老随意地问起。霍志泽点了点脑袋。上次在海城，谭小姐为了男人前来听客人的目光放到谭春义身上，吓得他立马捂住霍志泽嘴巴。这一节课，谭春义心惊胆战，生怕霍志泽说起不该说的。好在他只是随意提了一嘴，后面没有任何反常。霍老刚通知下课，谭春义用最快的速度扯着霍志泽离开。谭小姐，这是何意？打个商量，你别把我的事情透露出去，怎么样？谭春义有些忐忑，在海城，他就是个笑话。哪怕他曾经一遍遍提醒自己，那就是个交易，可伤害是真的。现在好不容易开启新的生活，他不想再活在过去的阴影下，让所有人讨论他为了男人糟践自己。舔狗谭春义应该在海城终止。霍志泽觉得好笑，还有些可爱。当初他与谭春义一墙之隔，听到了他们如何胁迫他吃下海鲜，本就是为了逗逗他，没想到起那么大反应。谭小姐，我为我之前的无礼跟你道歉，我只是想解释一下经过，没想到提起你不开心的往事。你放心，我会保密的。这么简单便达成共识。为了感谢霍志泽，谭春义特地表示要请他吃饭。上次的救命之恩，因为匆匆一别，连联系方式都没有，现在可以一并感谢。霍志泽去了，他还带来了霍老。谭春义惊地从座位上站起。霍老师，坐吧坐吧，不介意我前来凑热闹吧？志泽这小子，这趟是专门出来看我。我又是第一次看到他有女性朋友。人老了，一个人待不住。霍老的话简洁明了，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谭春义收回到霍志泽的眼神，温和一笑。霍老师，你能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是吗？可你刚刚看志泽的眼神可不是这样。吃菜吃菜，霍老上了年纪，吃完东西就要返回休息。包厢里再次剩下2人，谭春义觉得有些尴尬。他毕业后只跟宋时木一个男人接触过，他又是不爱搭理他的性子，倒也落得自在。现在换了个人，谭春义拿水的手频频颤抖。谭小姐很紧张。霍志泽的语气带了些挪余。谭春义点点头又摇头，画面越发尴尬。走出餐厅时，谭春义脑袋还有些晕。霍志泽与宋时木不同，他很会照顾人的情绪，也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他夹不到哪些菜。这是谭春义时隔很多年第一次被照顾。谭小姐，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不用了，我喊了朋友来接。谭春义的朋友很少，他读书时样样拔尖，一门心思都在课本上。与宋时木结婚后，他家里人不喜欢他的朋友，他也极少与他们联系。可这次出国，他遇到了儿时的朋友，那是谭妈妈好友的女儿，名叫温宁，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。
再次见面，温宁并没有记过去的仇，反而心疼起谭春义的过去。那就是个贱男人，你这么好这么乖，怎么就嫁了这么个有眼无珠的男人？对了，来这么长时间，你有没有见过林长义？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，谭春义呆愣几秒。林长义，谭春义的青梅竹马，不止江石木有白月光，他也有。年少时，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嫁给林长义，生一个孩子，有一个小家。家庭的变故让他一夜之间失去所有，也失去了爱的资格。见谭春义呆住，温宁了然。你们没再联系后，他来到了这里，这些年混得还算不错，有些小成就，被誉为珠宝界新生的星。谭春义明白，他一直都那么优秀。在江石木与南清花前月下时，他也曾许下心愿，要与林长义一起外出学习，一起开工作室。他们的感情纯粹而简单。可后来什么都变了，你还忘不了他吗？温宁的一句话唤醒谭春义，他的眼角有些湿润。早在嫁给江石木的那一刻，他的爱情就断送了，不重要了。所有的话形成叹息，温宁没再开口。他拉着谭春义拍下合照，他们一起喝酒聊八卦，说到痛处时还会一起哭。谭春义行尸走肉了很久，仿佛突然有了力量。人果然不能没有自己的朋友，他在心里想，但又不后悔。他就像了妈妈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虽然那些事算不上好，但经历了才会学乖。春义，好久不见。玩到最嗨的时候，谭春义看到了林长义，他以为自己做梦了，狠狠往肉里一掐，很疼。不是做梦，他见到了林长义，他成长了很多，从前英俊的少年成长为可靠的男人。温宁朝前挥手，我以为那么多年你们早就放下了，所以很早就喊了他，你别介意。温宁有些醉，吐字不清不楚。谭春义没有怪他，6年的时间太长，一切都物是人非。可在见到他的时候，他依旧觉得鼻子酸酸的。发什么呆？你过得还好吗？谭春义这才看清他手里的行李箱，他是急急忙忙赶过来见他的，连东西都没来得及放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林长义没问，只是像无数次那般把他拥入怀中。谁惹我们春义不开心了？告诉我，我替你去揍他好不好？情绪稳定后，谭春义知道了林长义的现状。他一直没有结婚，这么长时间里像个漫长的等待者，但他一直都知道谭春义过得不好。当年急匆匆分开，他怨过，可抵挡不住思念，最后还是回国看了一趟。这一趟，他的心在滴血。他看到护在手心的女孩站在中间任人奚落，他就像一座雕像，对所有人讨好的笑着。可他知道他不开心，压在眼底的全是绝望。他想帮他，但站在中间的宋时木变本加厉。他说喜欢他就应该经受这些考验。林长义不敢打草惊蛇，他不知道谭春义在忍耐些什么，但他不会为了爱放弃自尊。后来得知谭母生病，林长义全明白了。他不怪他放弃这段感情，只是在思考为什么自己成长得那么慢，没能力为他撑起一片天空。从霍老那里学习结束那天，霍志泽和林长义都来了，两人站在那就像一道风景线。霍志泽带了一束花，林长义戴的是一个手链，他们都在为他庆祝。温宁戳了戳他的肩膀，看着眼前优秀的2个男人，暗戳戳问他，春义，你值得最好的。看看眼前的2个男人，你喜欢谁呀？看着他打趣的目光，谭春义羞红了脸颊，很快又冷静下来。如今他已经是离过婚的人，自然配不上他们，只是能再见林长义一面，得知他过得好，他很开心。明天上飞机之后，
他不会再和他们有任何瓜葛。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始终要自己走完。看出谭春义的顾虑，温宁没再逼迫，林长义亲手替他戴上这条手链。春义，你还记得吗？年少时，谭春义爱美，偷偷到珠宝店里看了好几次。那时候他们都没钱没能力，后来长大了，家人早已不在身边，好在一切都来得及。长义，把手链留给更需要他的人吧。他不愿染指他们的将来，只留给林长义一个拥抱，匆匆离开。那个拥抱太温暖，他怕他舍不得。谭小姐这是哭了，对面递来一张纸巾。谭春义抬头，再次看到霍志泽的脸。他当然没有自恋到以为人家为他而来，随意擦了擦脸颊，躲在心里悱恻。霍志泽回去那么早，早知道在一架飞机上就不哭了，为什么每次碰见他都这么狼狈？谭小姐在心里骂我，实在是谭春义气鼓鼓的，有些好笑。霍志泽没忍住出声，眼前的人立马恢复一贯笑容，同他客套的寒暄。他一直都觉得谭春义像个假人，戴着一张面具，游走在所有人之间，唯有在那个温宁和林长义身边，活得像个人样。他觉得很有意思，也没打算介入到中间。他和谭春义不过萍水相逢，实在不用浪费时间。下了飞机，谭母等在门外，他眼神焦急地四处飘着。1年未见女儿，他生怕错过了女儿的消息。妈，在这俊男的搭配总是养眼的。谭春义和霍志泽一起出来，谭母的眼神亮了亮，之意这是妈介绍一下，霍志泽，一个普通的朋友。霍志泽咬着这几个字，嘴里不自觉重复，普通朋友。谭春义没看他，带着谭母快步离开，倒是他的目光一直放在谭春义身上。都说宋时木是个大情种，对男青情根深重，现在看来他小子的眼光不太好，放着这么个漂亮的大美人不要，非要喜欢别人的老婆，他实在不能苟同。春义，你和他什么关系？别因为一时气愤害了自己。另一边的谭母也在担心，女儿这些年出落得愈发漂亮，在经历宋时木这件事后，她突然觉得漂亮不一定是好事。她也不想谭春义刚走出龙潭就踏入虎穴，那个霍先生一看就是非富即贵的。你要是真心喜欢人家，妈不反对，如果是为了别的，妈老了只希望你开心。车祸后他需要吃很多补品，每个月定期检查，每一次都需要大把钞票。他已经拖累女儿一次，不能再拖累她第2次。春义，听妈的，如果是因为我不希望你再牺牲。父母之爱，为之深远。妈，你也说了他非富即贵，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个离过婚的，不过是帮过我几次的朋友？你想太多了。他把相遇的事情全盘托出。谭母拍拍胸口，像是长松一口气。宋时木来找过你，我没告诉他你去了哪里，也没有见他。春义，到那一刻妈才知道你有多苦，早知道当年还不如跟你爸走了，也不至于拖累你。每每想到谭春义经历的一切，谭母心如刀割。谭春义替他擦掉眼泪，紧紧抱住他，说什么胡话呢？妈，我只有你了。7年前，他失去爸爸，失去爱情、朋友，他不能再失去母亲，现在也一样。回到谭母那里，谭春义最先联系了工作室，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回来，工作室步入正轨。这期间他发布的很多作品都受到了欢迎。姜时木也曾找过工作室的人，想要寻求合作。再次听见有关于他的消息，谭春义愣了几秒。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再见他，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。他不知道公司负责人是我吧？因为工作室由姜父一手创办，
里面的工作人员大都知道曾经发生的事，小江总不知道江伯父的意思。漫长的岁月沉淀，让谭春义不再生恨。说到底，江父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他给钱救了谭母，他应该感激他。每个人站的立场不同，谭春义明白，对江父也带有尊敬。江总说，如果你觉得可以就合作。对了，江总寄了一份礼物，他为你的成长感到开心。电话挂断，谭春义从一堆包裹着找到了江父的礼物，一张卡，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。他知道他刚刚学习回来，担心他资金不够，用了这个办法，亦或者想要补偿他。谭春义把卡放回包里，打开手机，伯父，我收到了你的礼物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当初的事情你没有愧对我，那本就是我们的约定。想到那个约定，他的心情有些沉重。他之所以来海城，除了回来看谭母，还有一个珠宝发布会要参加。这样的会议，江时木一定会去。他不是很想面对他。江府回信息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。谭春义在外与人聚会，江父打来电话，回来了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谭春义有些失语，但长辈的要求他不能拒绝。伯父，我明天有一个发布会，后天见可以吗？江父应下。谭春义的笑脸消失，6年的阴影并没有那么快抹去，所以再次踏上这座城市时，他晚上都会梦到过去无助的场景。春意回神，一直到珠宝发布会，谭春意还有些失神。特地赶过来的温宁好笑看他，嘴上也不留情。这是想谁呢？林长义还是霍志泽？要是霍志泽，我可早就听说他要来，我是他叔叔的学生，他来有什么奇怪的？谭春义没有多余的回答。发布会来了很多人，宋时木就在其中。他曾经听谭春义提起过，为了找到他，他这1年来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个珠宝展览会以及发布会，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想看见的人。时光匆匆流逝，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不错的品鉴大师。谭春义依旧没有音讯。这次发布会主要邀请的是谭春义的工作室，他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优秀的人互相吸引，万一他们认识呢？这套寓意重生的珠宝很好看，听说设计师非常年轻，真是后生可畏，我也很喜欢。宋时木也被这套珠宝吸引，他觉得很适合谭春义。困在他身边的5年，就像折断了他的羽翼，可不就是所谓的重生？他开始在脑海里幻想谭春义戴上的样子。春义，这里，霍大音乐家，可是等了好久。熟悉的名字让江时木下意识回头，一袭红裙，海藻般的头发披在肩上，若隐若现的腰肢，无不在彰显主人的魅力。见到想念了许久的人，宋时木脚步不受控制地朝谭春义走，他笑得很开怀。面前站了一个男人，他们靠得很近。春义，我等了你好久。宋时木觉得眼角有些湿润，他顾不得人多，将谭春义紧紧拥入怀里。他想诉说自己的忏悔、思念。谭春义用力的挣扎，被霍志泽抢先一步。他一把推开宋时木，保护意味明显。宋总怎么总是喜欢别人的东西？这是我的女伴，要没记错的话，宋总的心上人应该叫南青。当初那场婚约，宋时木很少在外展现谭春义的身份，知道的人也看不起谭春义，这都是他的功劳。春义不是这样的，他想要解释，又觉得有些苍白无力。温宁就不是那种能忍的人，他上下打量宋时木，眼底都是嫌弃。谁给你的脸来见春义？你难道忘了曾做下的一切？宋时木，我都为你感到恶心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引得不少人频频回头。
霍志泽没有再开口，他是个极有分寸的人，也知道这场发布会对谭春义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宋时木，去外边说吧。谭春义压下心底的所有想法，他与霍志泽不谋而合。这场发布会来了太多人，他不想再被提及那些过往，也不想被破坏。门口角落里，温宁护犊子般挡在谭春义身前，语气不善：“你们已经离婚了，别再来纠缠春义，他有的是比你更好的选择。”宋时木看向他身后的女孩，他面无表情，看他的眼神就像一个陌生人。他有些受伤。谭春义从不会这么看他，他都是温柔的，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离开？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质问。温宁更不耐烦，这算是什么傻缺问题？他都找别的女人了，还奢望谭春义等他？多大的脸！我来吧，温宁，相信我。谭春义走了出来，语气平静：“我们离婚了，当然要离开。”宋时木，我以为我们之间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态度让宋时木没来由的烦躁。他见不得他那么平淡，尤其是他们之间的问题，所以那6年就只是为了约定。他近乎执拗地盯着他的面庞，想找出什么破绽。谭春义点点头，疏离而又从容。是。宋时木的身子都在颤抖。谭春义接着开口：“我当时需要钱，而宋伯父需要我帮你，这本就是一个约定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准备了离婚协议。宋时木，你不也没有爱过我？在这装出一份深情的样子给谁看？”嫁给宋时木的日子，他不是没有幻想过要一直过下去。他占据了他6年的青春，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岁月。可没有这种想法，他都会拿出离婚协议，一遍遍提醒自己，就是个约定，他迟早要离开。6年的时间很长，长到他不愿意回想那些苦涩，可也很短，短到他已经放下。人都是情感动物，动心在所难免，可他更明白恪守己心。宋时木，过去我恪守己心，没有爱上你，未来我更不会爱你。我和你从始至终都只有那一纸协议，听清楚了吗？宋时木有什么反应？谭春义毫不在意，他带着温宁回到发布会现场，徒留宋时木久久不能平静。到后来的活动，宋时没再出现，谭春义以为他想通了，带着一行人正要去庆祝时，门口摆满了红艳艳的花，还有一排无人机。谭春义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个机会，我可以重新追求你。来自于宋时木的道歉。有不少人羡慕地看向谭春义，他没有任何想法，他不喜欢这些俗套的东西。在一起6年，宋时木从没有了解过他。温宁倒是气呼呼地踹掉了满地的鲜花，装给谁看？春义不喜欢玫瑰花，是的，他不喜欢玫瑰，他总觉得自己更像野草，野草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而不是那娇滴滴的玫瑰，随便一折就断。这一幕被很多人拍了下来。第2天，谭春义与宋时木过去的婚姻再次被翻了出来。他不甚在意，虽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，但经历那么多，他总是自己的盔甲。春义，那个宋时木是不是有病？他每天送花过来，不知道处理垃圾很累吗？温宁难得回国一趟，留在了谭春义家里，自然也成了丢玫瑰花的小能手。因为这件事，他看宋时木更加不顺眼。好了，宁宁，我会和他说清楚。今天是与宋父约定的日子。谭春义换下华丽的装扮，挑选了一条素雅的白裙。宋父把地点定在一家西餐厅，温宁吵着闹着要一起去，生怕他受欺负。春义，你就是性子太软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让他们家蹬鼻子上脸这么多年。20万买你6年的青春，凭什么？
更不要提你还救过他儿子的命。温宁很生气，谭春义哄了半天，还差点错过时间，但他知道温宁是真的为他好。再见到宋父，是在如此光景下，谭春义从兜里拿出银行卡，冷静地放在宋父面前。伯父，1年前我就说过我们扯平了，更何况你已经给了我足够的补偿。那个工作室是靠宋父开启的，谭春义没忘记，他自己也带了一张银行卡。伯父，这是你先前投进公司的本钱，还有我妈住院时花掉的所有费用，现在我全部还给你，以后我们也别再见面了。他不怪宋父，但确实心疼当初的自己。春义，我知道石木从前很混账，但他已经知道错了，这笔钱你收着，能不能跟他重新？宋父觉得有些难以启齿，他曾用20万让宋石木欺辱了面前的姑娘6年，他辜负她，践踏她的尊严和付出，甚至把她当作保姆。现在他再次因为儿子提出无理的要求，谭春义这次并没有忍，他起身看向宋父，我明白你对于儿子的爱护，但抱歉，我不会再出卖自己的人生，也希望伯父明白，你不可能次次用钱买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你最应该教会他的是做人。谭春义没有吃饭，头也不回离开。坐在椅子上的宋父满脸羞愧，他何尝不明白，可宋母身体不好，对2个孩子都多加溺爱，他宠爱自己的夫人，见不得他为他们担心。春义，走到门外的谭春义见到了宋石木，他瘦了很多，眼角青紫一片。你为什么不收我的花？没有了以前颐指气使的态度。谭春义清清嗓子，我不喜欢玫瑰。宋石木，你能别出现在我身边吗？刚刚宋父的话让他有些难过，那不仅仅是对他人格的贬低，还有3观的侮辱，这一切都是眼前的男人带来的。春义，我只是想补偿你。补偿？他发出一声嗤笑。宋父紧跟着走出来，宋石木后知后觉，明白了什么。你见了我爸，他找你有什么事？谭春义抬起头，直视宋石木的眼睛。他给我钱，想要继续买我留在你的身边，这对于2人都是侮辱。宋石木变了脸色，耳朵里嗡嗡的。7年前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父亲用20万买了一个小姑娘的婚姻，送到他身边，由他欺负。7年后，父亲用同样的手段，想把小姑娘困在自己身边。他们家确实都是没品的人。宋石木突然觉得，他确实不应该出现在谭春义身边，因为他带给他的只有伤害。谭春义撞了宋石木的肩膀，直直走开。宋父有些心慌，他迎上儿子责怪的目光，好半天说不出话。他自诩自己不是个好人，但像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，是第1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儿子也这么看他。为什么？明明我可以重新追求他，我明明有机会的。爸，你为什么要给钱？没有一个女孩可以接受这种给钱方式。宋石木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眼泪大颗大颗洒落。石木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你安排他介入我的人生，为了我好，你做出欺负女生的行为。爸，我不明白，这何尝不是对他的不信任？大概在他父亲的眼里，这辈子他只能用钱来买爱情。宋石木没再同宋父争吵，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家里，一睡就是3天。这3天他颗粒米未进。宋欢被提前送回来，送到他身边，看着那个骄傲的弟弟变成如今模样，宋欢咬碎了牙齿。石木，别难过了，是他配不上你，他不值得你喜欢。你看看姐姐，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他端着粥哄宋石木下咽。如果说失去南青时他在折磨自己，
那么此刻他就是真的不想活了。宋欢害怕了，一向不管事的宋母也跑了出来。他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，脸上浮现耐人寻味的神情。石木别怕，妈妈在，只要你要的，妈妈都会给你。妈！宋石木伸手想要回应，一时不察晕了过去。他不知道宋母要干嘛，只觉得迷迷糊糊间，像是看到了谭春义。他温柔地坐在他身边，问他今天的菜好不好吃。春义，我以为失去你了。宋石木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，人影消失，他猛地惊醒。春义，春义，喉咙沙哑的仿佛被车碾过。宋母哭红了双眼，难道就要看着石木把自己作死吗？这是宋石木听到的唯一一句话。他怕宋母再去打扰谭春义，急忙看向他：“妈，我没事。”宋母回过神来，紧紧搂着怀里的宝贝儿子：“石木，你醒了，不怕，你想见的人很快就会过来见你。”宋石木想阻止，可到底没抵抗过内心作祟。他很想见谭春义，所以他来见他一面应该可以吧？毕竟他都快死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心安理得地躺下，等待着谭春义送上门来。这一刻的他完全没有想过，这和7年前唯一的区别，不过就是他助纣为虐。下午，谭春义踏进病房，身后跟着霍志泽。宋石木激动的声音压回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诚恳地道歉：“春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不会珍惜，可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找了你1年，再见你的时候，我很确定这颗心为你跳动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是我没有处理好你与南青的关系，但我发誓，再见他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。我离不开你，只有你和我最合适。你既然愿意看我，就是愿意跟我和好，对吗？”他已经顾不上有外人的存在，一双眼睛渴望地看向谭春义。最先出生的是霍志泽，他替霍老去看一下学生刚出的作品，很有幸目睹了一场豪门对弱女子的逼迫。宋母气势汹汹的像个不法分子，打量谭春义的目光像货物。他说：“谭小姐，你当初既然能因为钱嫁给我儿子，现在装什么纯情烈女？反正都睡过了，无非就是价钱不够。这样吧，你开个价，要多少钱？只要在宋家的能力范围内，我都能给你。等我儿子睡够了，你自然就能自由。”路过的人对谭春义指指点点，他好像早就习惯。薄唇一动：“我要整个宋家。”谭春义从来不是小白兔，霍志泽一直都知道，但在海城里敢跟宋母叫板的，他确实是第一个。我还以为你真不在乎钱，原来是想要宋氏。谭小姐，我劝你想清楚，不管是7年前还是现在，宋家捏死你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你最近的工作室发展很不错吧？你说我要是把你当初为了钱把自己卖了的事情传出去，那些人还会看得上你设计的珠宝吗？我想不见得。他高高在上，利用所有手段欺负面前这个人，偏偏南青时他不敢，只因为南家同样是豪门，欺软怕硬在这一刻显现得淋漓尽致。出于同情，霍志泽想要帮忙，但谭春义同意了宋母的要求，他愿意去医院看望宋石木。霍志泽有些不可思议，所以他也来了，见到了这不要脸的宋家，老的逼迫人家来，小的道德绑架。宋石木听出了讽刺的意味，他神色未变，深情款款地等待着谭春义回答：“你想听实话吗？”谭春义平淡的好像没在讨论自己的事情。宋石木点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是你妈用我全部的前程逼迫我。宋石木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一次又一次看着我被欺负，你的爱太廉价，廉价的只是把我当作保姆，不是吗？
你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是离不开我，还是离不开我的照顾？谭春义脸上带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他很累很累，再也扛不住那么多东西。宋时木，如果说这就是你要的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回到你身边，哪怕你弄死我，这次我再也不会委屈自己。霍志泽沉下眼眸，他们的故事是外人听了都要动容的程度，更别提他还知道他为此失去了什么。霍志泽有些欣赏这个姑娘，更觉得被她爱着好像是一种幸福。春意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见你，我想见你。宋时木的心里蔓延过无尽苦涩，好像每一次他都把事情弄得很糟糕，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他只是想见他。他一门心思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完全没有想过谭春义的想法。霍志泽不愿意再听，他拉着谭春义离开。离开前，深深地看了宋母一眼。我倒不知道，这海城已经是宋家的天下。从霍志泽嘴里说出这句话，不亚于天凉了。宋家该完了。谭春义走出医院就笑出了声，实在是霍志泽平时在荧幕上都是冷冰冰的模样，听到他对宋母带有威胁的口吻，他实在没忍住。很好笑吗？谭春义诚实点头。霍志泽眼里包含着化不开的关心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宋伯父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，就算是这件事说起来也是他们理亏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倒是又欠了你一个人情，我请你吃饭。霍志泽，他的声音很细。霍志泽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名字那么好听，很久以后，他都在怀念这个下午。也许怀念的不是时间，而是某个人。这是霍志泽学会爱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他的目光早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。最终吃这顿饭时，还来个不速之客宋欢。他从宋母口中得知谭春义去过医院，还带了霍志泽去耀武扬威，所以他特地来教训谭春义，顺便揭穿他的真面目。一进门，他就将滚烫的茶水往谭春义身上倒，脸上带有不符合年纪的狠戾。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看到石木为了你要死要活，你很开心吧？你是怎么吃得下饭的？知不知道我妈都被你气倒了？你这个狐妹子！霍志泽替谭春义挡下了茶水，手腕很快红成一片。谭春义吓到了，他不怕宋欢，但他也不想连累霍志泽。他欠他的已经够多了，就没必要再加上更多。贱女人，你还拉着霍哥哥替你挡？你不知道他是钢琴家，手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吗？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说着，他就要动手。霍志泽眼底满是阴霾，他喊来保安，确定谭春义没事后，看着宋欢犹如一个死物。我倒不知道，宋家的家教就是在别人吃饭时公然闯进来打人。看来我要好好问一问宋伯父，这是哪门子道理？送到局里，霍志泽毫不留情。宋欢眼里的迷恋变为了惊恐，他这算故意伤人，送到局里就是犯罪，他不想坐牢。霍哥哥，我只是为了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他就是一个烂货，嫁了我弟还想勾引你，一个二手货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站在你身边都是污染。他的话越骂越难听，谭春义难堪的别过脸颊，带去警局。没听见吗？喧嚣的声音归于平静。霍志泽没事人一样坐下，继续给谭春义布菜。别因为不相干的人影响心情。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他的温柔以及爱护摆在明面上，谭春义哪里不明白？他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向霍志泽早已起水泡的双手。先去医院吧，我不想再欠谁。因为尝过欠债的苦，他不愿意再欠谁，这算是一种变相的拒绝。
霍志泽脸色未变，问出了最心底的想法：谭小姐心里的人是林长义吗？但他那样的家庭恐怕并不能接受你。谭春义的脸色立马变了，这算是踩到他的痛处，察觉到自己失言。霍志泽低头：不好意思，是我说错话了。你说的也没错，林长义家里都是当老师的，不要求家世，但她嫁过一次的人，实在没资格奢求。霍志泽，我暂时没有开启新恋情的打算。我知道这顿饭两个人都吃得索然无味。霍志泽没让谭春义带自己去医院，他要回去看家庭医生。谭春义明白霍志泽的家庭条件，能请到的都是权威专家，他没再强求，独自回家。一路上他都在回想霍志泽的话，他还没有忘记林长义吗？大概是的。家里堆了很多快递，都是林长义寄回来的。他甚至有放弃国外市场回来的想法。他爱他，比所有人都爱，才会在那么几年拼命成长，想为他撑起一片天空。可这不是谭春义想要的。他当初放弃这份爱，除了自私，还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连累林长义。他希望他的人生万事胜意，他已经烂了，不能再拖他一起。义，这是长义寄来的。谭母寄的林长义，那是好友的儿子，从小就喜欢谭春义，对他好，两家一直有结亲的想法。当年要不是出了那些事，两个人也不会分开。义，你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人生重来一次，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，就出国去吧。妈不反对。近来发生太多的事情，让谭母心里憔悴。宋家再怎么样，始终家大业大，他怕女儿再次被威胁，回到那些人渣身边被欺负。妈，长义哥那么优秀，有的是人喜欢，我只把他当哥哥。谭春义抹掉眼角的泪，他何尝不想重新开始？可路已经选了，他和林长义回不去了。谭母也知道世俗对女人的要求，她的义已经嫁过人，连选择幸福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妈不说了，妈在，妈活一天，你就不是一个人。可妈总有一天要走啊。她说不出自己的担忧，只能盼望活得更久一点。她在一天，义就有家。谭春义的泪水再次落下，他紧紧抱着谭母，汲取最后一丝温暖。晚上，宋父登门拜访，他知道宋欢被关了进去，现在能求的只有谭春义。伯父，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吧。谭春义在咖啡店坐了2个小时，咖啡都凉了。宋父东扯西扯，就是说不到点上。春义，你伯母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是我没有管好她，你放心，她以后不再出门。宋欢我也会送出去，你高抬贵手放过她好不好？霍志泽已经替你出气了。今天下午到现在，宋家损失了不少项目，宋欢在圈子里名声也烂了，她不会再找到好的婆家，你把她放出来吧。几天的时间，宋父白了头发，全家就他还有点脑子。他已经被老婆孩子闹得心力交瘁，又不得不为他们奔波。谭春义想起自己的父亲，如果他在，也不愿意看他受那么多苦。伯父，警局那边我会去说的，但宋欢必须要关几天。香槟塔事件到现在的热水，谭春义不是圣母，他体恤宋父的慈父之心，也心疼自己。更何况让宋欢坐牢太便宜他了，他就应该失去所拥有的一切，尝尝谭春义过去的痛苦。毕竟过去6年里，他一半的痛苦都来自于宋欢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在不清白。宋父离开后，用最快的时间接触了宋欢。霍志泽认真了，他是一名音乐家，背靠霍家这棵大树，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，轻易不动怒。可仅因为一杯热水，他对宋家下手，
虽然对外界的回答都是宋欢伤了他弹钢琴的手，但若不是有心相护，他根本不会管这烂摊子事。爸，你终于来接我了，都是谭春义那个贱人，我要他不得好死，他凭什么勾引霍哥哥？看清女儿眼底的痴迷，宋父没忍住，一巴掌落下。到现在你还是执迷不悟。宋欢，霍志泽那种人不是你能染指的。我怎么就生出了你们两个蠢货？一个自以为情种，要死要活，一个只会作死。现在的谭春义不是你能惹的。宋母看到心爱的女儿被打，急急挡在他身前。欢欢说的没错，谭春义算什么东西？实木都看不上的女人，霍志泽不过是一时新鲜，你别大惊小怪。宋父的话被堵在嘴里，这些年是宋母的纵容，其中有多少又是他的手笔？因为舍不得妻子哭，就去欺负一个小姑娘。宋欢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去澳洲，别再回来。宋时木，如果这个宋总你不想当，那我会找更有能力的人前来胜任。至于你，宋父看向宋母，到底没能说出离婚。我当初不该纵容你的想法，花20万毁了人一辈子，是我没有做好父亲，教不好孩子。老爷子回来了，我会自请辞去董事长的位子，以后我们就住在庄子里，靠分红过日子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！宋欢急得眼睛都红了。她是宋氏的大小姐，如果连这个身份都没了，她不知道圈子里的人会怎么笑她，又会如何落井下石。她见过谭春义的结局，不想落得如此下场。老宋，你这是要为了一个女人，把2个孩子逼上绝路吗？他们是你亲生的。宋母流出眼泪，剧烈咳嗽了几声。宋父只能拍拍他的胸脯，老爷子回来了，你知道他什么脾气？宋母完全萎靡下来。宋老爷子白手起家，创下宋氏眼里最柔不的沙子，见不得他们欺负人。爷爷回来了，宋时木是最害怕的。他从小被养在宋老爷子身边，挨惯了打。如果被他知道那些混账事，恐怕又要挨顿打。宋母什么都忍了，但他见不得儿子挨打，想让他走，这是要去哪呀？蠢货，都是蠢货！一家子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女人，你儿子爱而不得，你就让他去死，用20万买个婚姻，你怎么想的？小脑萎缩了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霍志泽那样的人都敢惹，我看你们全都应该看看脑子。宋老爷子气急了，他住在疗养院许久，再次被请出来时，才知道自己子孙做了那么多荒唐事。宋氏岌岌可危，尤其是你，宋欢，你要么随便找个人嫁了，要么出国再也别回来。宋老爷子向来说一不二，宋欢连哭都不敢哭。对于这个爷爷，他说随便找个人，很有可能找个大叔。他害怕。宋时木也被赶出公司，他灰溜溜的，只剩下宋这个姓。温宁得知消息，简直不要太好笑。谭春义到这时候才明白，宋氏面临倒台，有林长义的帮助，他在用自己的方法守护他，替他报仇。海城都传开了，宋时木没有好好对待的女人，现在不仅有霍志泽守护，背后还有海外林家，所有人都羡慕谭春义命好，他却觉得为难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林长义，所有人中他最不愿意伤害他。霍志泽主动送上门来，宋老爷子是林长义请出来的，他快回来了，你应该不想跟他再续前缘，因为在乎，所以自卑。谭春义，和我在一起吧，港城是我的地盘，我能帮你，也能让林长义死心。霍志泽懂这种想法，他也弄不清对谭春义的感觉，所以心甘情愿被利用。霍志泽，你不必如此。他看他的眼神，实在算不上清白。
谭春义最不喜欢被人利用感情，也不愿意利用别人。霍志则明白他的顾虑。我喜欢你，这对我来说是有利的。我家世代从商，明白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。谭春义没有立马答应，他只说会考虑，在心里否定了这个提议。霍志则对他有感情，所以他更不应该利用他，那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紧急回港城那天，谭春义刚出门就遇到了宋时木，他坐在车上，像等了许久。上车，宋时木，谭春义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是想送送你。他现在对他构不成威胁。谭春义无奈地上车，一路无话。快接近机场时，宋时木回头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们的婚姻一开始是就正常的话，你会喜欢我吗？他抱有最后一丝侥幸心理，不会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会嫁给心爱之人，也不会认识你。你有心爱的人。宋时木不相信，像是要把谭春义看出个洞。你们不是都知道，海外有个人一直在帮助我。宋时木，不是只有你这样的有钱人才有爱有白月光。我对他的感情不比你对南青少。我和你唯一的区别就是，哪怕爱着他的时候，我也真诚对你。他留下最后一句话，坐飞机离开。宋时木留在原地，他错得离谱，所以注定要错过谭春义的一生。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妻子，他不甘心，很不甘心。宋时木回家后，查了谭春义过往的一切，他没有撒谎，他有青梅竹马，他们之间度过的年岁比他和南青还长。砰！宋时木将一桌子照片扫在地上，这都是过去能查到的，每一张。女孩都笑颜如花，注视着身旁的男孩。是他家里人的自私耽误了他一辈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骄傲如他，他是宋家的小少爷，自小金贵，有无数人爱慕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和谭春义的感情是处在上风，可是现在告诉他，他一直都有爱人，他只是不得不嫁给他。在他的视角，宋时木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时木，你又闹些什么？宋母找到儿子的时候，他趴在地上，泪水滴滴答答掉落。妈，他有喜欢的人，他一直都有，是我拆散了他们。宋母看向他怀里的照片，狠狠皱紧眉头。他原本已经认命了，他想，如果不能继续享受那富贵的日子，儿女在身边也好。可儿子快疯了，他整日里折磨自己，几乎没有人样。时木，放下吧，你能放下南青，也能放下他。宋时木说不出心里的感觉，他能放下南青，因为他从未爱过他。可谭春义不同，他为了救他倒在血泊中那天，他害怕到颤抖。当初那么一颗真心捧在面前，由他糟践，让他怎么释怀？一连3天，宋时木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。他查阅了林长义的所有新闻，他站在他的领域里闪闪发光，并且多次提到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为了年少的爱人。他恨自己没有能力让他吃苦，所以这些年拼了命的往上爬。他做到了，他也离婚了。宋时木开始在脑海里勾勒出他们在一起的样子，心脏疼得仿佛要窒息。不可以，他不接受，他没办法看着他去爱别人。妈，我要去港城。坐在大厅以泪洗面的宋母呆住了。所有人都说他错了，可他只是爱自己的孩子。现在宋时木这么疯，他又觉得自己错了。如果当初不招惹谭春义，他的儿子是不是一直可以发光？宋母开始后悔，这个家已经经不起任何波澜。时木，你爷爷下了死命令，不允许你再去打扰他。你妹妹已经被遣送出去了，你别再闹了。妈害怕。宋时木眯了眯眼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妈，我求你，我要去港城。爱不知所起，情根深重。
宋母无奈地闭上眼睛，指了指抽屉，那是她的嫁妆，也是她最后的财产。去吧，她不忍心再看。宋时木磕了几个响头，妈，谢谢你。话落，他跑了出去。落地港城时，已经晚上10点，时针滴滴答答地走着。宋时木问遍了身边好友，总算得知了谭春义的位置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弥补曾经的过错。灯光闪烁的餐厅里，谭春义面前站了2个男人。林长义回来了，他打了所有人个措手不及，带着自己创下的所有辉煌，跪在谭春义面前。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，当年为什么不能成长得更快一些，那样你就不会嫁给宋时木。被搓磨了整整6年，春义，我很后悔，后悔听了你的话，远走国外。你不知道，每年你生日我都会回来。我见过你独自奋战，见过你躲在角落哭，但我知道，你最不想看见的就是我。你放我飞，想让我飞得更高，所以我去做了。嫁给我好吗？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。万千灯火下，他眼里只有眼前的人，他从不在意他的过去，更多的是心疼，心疼她一个小姑娘这些年怎么过的。长义，谭春义眼里都是泪花。有一个瞬间，他很想答应他，可是想到自己，他只能一步一步走向霍志泽，牵住他的手。长义，对不起，我和阿泽已经在一起了。霍志泽喉咙一紧，揽住了谭春义的腰。他第一次靠他那么近，虽然因为别的男人，谭春义努力掐紧手心，他怕他多说一个字，就忍不住哭出声来。那是他从小就想嫁给的林长义呀，怎么能不心动？但林母已经找过他，他言情意切。春义，你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如果没有宋时木那件事，阿姨很希望你做我的儿媳，可你已经离过婚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林母的意思，谭春义都明白，他答应了霍志泽的提议，只有看到他幸福，他才能真正的放下。林先生，谢谢你对我未婚妻的厚爱。关于你们之间的故事，我深表遗憾，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希望你祝福我们。霍志泽紧紧搂住怀里的女人，他承认自己有些卑劣，但谁不想和心上人长相厮守？除了宋时木那个蠢货。长义哥，你快起来吧，你不是说过，只要春义幸福，你比谁都高兴。温宁打着哈哈，实在是林长义身边的痛苦太过于明显，他没办法装视而不见，但他更心疼自己的好友。如果谭春义能幸福，比任何事物都重要。春义，林长义感觉自己度过了1个世纪，再次和过去的自己遥遥相望，2个自己都很痛苦，因为2个自己都错过了爱人。没关系。林长义起身，拍了拍自己的膝盖。我现在可是很受欢迎，错过我是你的损失。没关系的，春义，哪怕我感觉自己的心已经烂掉了，但我依旧很开心。开心你能找到自己的归宿，开心你走向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被迫。他的笑容一点都不牵强。那这些就当我这个做哥哥的送给你的新婚礼物。林长义指了指身后，他记得曾许下的每个诺言。如果她嫁，那这就是聘礼；如果她不嫁，这就是嫁妆。他林长义永永远远都会爱谭春义，即使当他的哥哥。温宁感觉眼前的人都要碎掉了，可他笑得很开心，开心的让人觉得有些害怕。我替我未婚妻谢谢长义哥。霍志泽收下了这份贺礼。他无法代替过去，那就让一些美好存在。屋外响起烟花的声音，温宁赶忙拉着谭春义往外看，好美，这可真是趁了你的生日，大寿星。刚刚的气氛太过于可怕。温宁摸了摸自己的小心脏，你什么时候和霍志泽在一起的？我感觉长义哥快碎了，
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。他会走出来的。温宁抬头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，在林长义看不到的角落，他的姑娘为他哭红了眼。意义，温宁，我很爱他，所以风会替我告诉他的，对吗？温宁没有说话，烟花越来越绚烂。谭春义擦干眼角，重新打起精神。如果不是宋时木这个煞风景的出现，就更好了。可以聊聊吗？霍志泽最先挡在谭春义面前，脸上露出玩味的笑。宋老爷子真是老了，明明答应过的事情，怎么又让你这个恶心的东西跑了出来？春义不想跟你聊。四人站在同一水平线，宋时木没有生气，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谭春义身上。可以聊聊吗？宋欢被遣送出国，很快我也要被送出去了。他现在只是一个丧家之犬。霍志泽还想说些什么，被谭春义拦下。给我半小时，我会和他说清楚，不然总是出现，也很让人苦恼，不是吗？霍志泽尊重谭春义的想法。很快，偌大的场地只剩下两人。你和林长义在一起了，还是霍志泽？这跟你无关，说吧，有什么事？谭春义的态度让宋时木停止了呼吸，他更冷了，看他像个陌生人，可刚刚他还对着别人笑。宋时木极度的快疯了。春义，爷爷回来了，他不让我找你，他说霍家护着你，霍志泽喜欢你，他说你不再属于我了，可我不甘心。我们在一起6年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就会发现我的好。谭春义晕了过去，再醒来已经处于一个别墅。宋欢在这栋别墅里看见他丝毫不意外，还破天荒地喊了句弟妹，石木喜欢你，那你就在这好好住着，跟他过日子。这是哪？谭春义发现自己的嗓子沙哑无比，还有些痛。海城，他被宋时木带回了海城。意义，喝点水。下一秒，宋时木的出现验证了他的想法，他真的回到了海城。林长义呢？霍志泽呢？别找了，明天我们重新举行婚礼，结婚后我会让你再见他们的。意义，你信我，这次我会对你好的。望着那副嘴脸，谭春义没忍住一巴掌打下。宋时木，别让我恨你，恨吧，恨，总比当陌生人好，至少恨还能让他知道他在想他。宋时木，我不会和你结婚的，你何苦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？宋家能承受住霍家和林家的报复吗？宋时木擦了擦嘴角，继续端手里的早餐。意义，那些我早就不在乎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他摆出无所谓的态度。谭春义没了办法，坐下吃东西。他低估了人性的恶，以为宋时木就是去纠缠，哪想到他这么疯狂，嘴里胡乱地塞着东西。谭春义开始思考求生路线。嫁给宋时木6年，他确实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栋别墅，但想到宋欢明明被送去国外，又出现在这，他又不觉得意外。这别墅应该是新买的，处于山区，朝窗外看去，只有数不清的群山。意义，别想逃出去，这里离市区很远，你随时会迷路。这话是真的，大自然裹挟着无数危险。我吃饱了。谭春义没有应声，再次回到房间躺下。看他那么乖，宋时木起身跟上，坐在他身边。谭春义立马警惕地起身，他不想和他共处一室，更不想看见他。意义，你我之间有必要这样吗？宋时木难过地低下脑袋。谭春义笑了。宋时木，别整得我们很熟的样子，别忘了，我是被你绑到这的。他的话毫不留情。宋时木受不了他讥讽的目光，逃也似的离开别墅。等整栋房子安静下来，谭春义才走到窗边，看清了别墅的全貌。看得出来，宋时木花了大价钱，门外门内都是保镖。
他的手机已经被宋时木收了，保镖人数太多，没办法逃不出去。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霍志泽，因为他曾在他手表上安装了定位。依依，别看了，你逃不出去，只要明天嫁给我，你就能获得自由。宋时木上来送晚餐，他不想让谭春义观察地形，他很聪明，还有2个强大的靠山，他不能赌。谭春义并没有反抗，他乖巧地吃东西，拿着没有网的平板打发时间。夜越来越深，宋时木坐在房间，一直没出去。宋时木，我要睡觉了。说不慌是假的。谭春义特别怕宋时木彻底疯了，硬要同房，男女力量悬殊，他没办法真的保全自己。依依，从前我们也是一起睡的。宋时木仿佛打定了主意，要睡在一个房间。他走到床边躺下。依依，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，就算我对你做什么也是正常的。谭春义的怒火涌上心头，他将手上能拿到的东西一股脑砸在宋时木身上。别装了，宋时木，你不累吗？依依不是你能喊的，我只觉得恶心，我不会嫁给你。你要是逼我，那我就死给你看。谭春义立于窗前，他很后悔，后悔见林长义最后一面时没跟他好好说话，他还不知道他的爱意。眼泪连串掉落，谭春义擦掉泪花，他不能露怯，他还想再见他。去死吧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如果不是你，宋家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。身体向后倾倒，谭春义看清了宋欢憎恶的脸，他说，知道我压抑了多久吗？谭春义，你不想嫁给石木，我也不想让他娶你，那你就去死吧，我只要你死，不要。让宋欢没想到的是，宋时木毫不犹豫跳了下去，他的手努力伸着，想抓着跟蝴蝶一样掉落的人。如果你死，我就来陪你。谭春义难受地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最后回忆的还是林长义那张脸，不知道他该有多难过。砰，身子砸在地上，谭春义感觉自己做梦了。他看到了林长义，他在他身下接住了掉落的他。依依，我总算保护了你一次。谭春义彻底清醒，他忍着痛意起身，哭得肝肠寸断。结局不可以是这样，他都不要他了，还救他干嘛？这个笨蛋！角落里躺着的宋时木放下了双手，他的眼角滑出泪水。蝴蝶飞走了，他放弃了。救护车赶到的时候，霍志泽从阴暗处走出来。他喜欢谭春义，但不会为了他放弃生命。林长义可以，他敬佩他，也羡慕他。谭春义这些年过得很苦，但他从没有像这样哭过，仿佛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。春义，别哭了，先去医院。他拦腰抱起谭春义，将他放上救护车。他拼命挣扎，眼底心底只剩下林长义的身影。最后还是医生为了检查伤口，给他注射镇定剂，才安静下来。几天后，林长义没有醒，谭春义顶着一身伤，寸步不离地陪在他身边。宋欢被抓了，不管宋老爷子如何挽救，宋家倒台。宋时木醒来后，被警察带着来到了病房，他深深地鞠躬，对不起。他现在能说的只有对不起。枯木不逢春，他和他本就是错的。谭春义没搭理他，攥着林长义的手，泪水滴在他的脸颊上。他已经在这坐了太久，说了无数遍爱他，可他还是没有醒，大概是生气了。走吧，警察开口。宋时木深深地看了病床边的女人一眼，把人刻在脑海里。他想，那6年的婚姻将会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，需要他用一生去忘记。又过了半个月，霍志泽要离开了，他要去西班牙。临走前，谭春义来送他，真的不考虑和我在一起？霍志泽半开玩笑地询问，换来一个拥抱。谢谢你，在我最差劲的时候喜欢上我。
霍志泽没有说话，他看见一个穿病服的男人站在远处。他醒了，但一想到以后人都是他的，让他难过一会怎么了？谭春义不知道这一切，挥手告别时，他终于看见离去的背影，不顾一切冲上前抱住他。长义2个字，林长义泪如雨下。他转身紧紧抱住自己的珍宝，脑袋埋在他的脖颈。他听了很多情话，可醒来看不见他，以为自己又错过了。还好，这次他赢了。霍志泽回头看了一眼相拥的两人，抬起墨镜戴上。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6月，谭春义再次结婚了，这次他是走向幸福，往后余生也会一直幸福。番外：宋时木。出狱后，我见到了谭春义的孩子，像他，很可爱。那时候我忍不住想，是不是我们有个孩子就会不一样？可看到他幸福的笑容，以及林长义对他的态度，我又觉得他没孩子真好，也不至于连累他一辈子。后来我远赴国外发展，见到了霍志泽，我们2个剑拔弩张的人一起喝了酒，大概都有爱而不得的人，我们互相嘲笑，互相安慰。他说他从未得到过，没有得到就不会那么难过。我忍不住想，是得到了遗憾，还是没得到遗憾？到我中年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都遗憾。人这一生总是有遗憾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